帕蒂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一位孤寡妇人。当她被朋友发现在家遇害后，一份包含多位受益人的人寿保险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起初警方以为人寿保险可能是导致谋杀的原因，但没想到案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原来时年59岁的帕蒂拥有众多老年追求者，而这一切竟然与她已故的丈夫有关。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特克萨可纳。该市位于阿肯色州西南部，紧邻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边界，常住人口大约29000人，是米勒县的一个城市，也是该县的县治。主人公帕蒂出生于1954年11月3日，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具有典型的北方人性格，为人坦率诚恳，重视教育和自我提升。即使成长在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帕蒂仍然通过努力考上了德州工农大学特克萨可纳分校。这不仅为他解决了未来的就业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据朋友描述，帕蒂原本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既不喜欢麻烦别人，也不希望被别人麻烦。但自从来到特克萨可纳以后，周围人的热情逐渐改变了他的处事方式。相比于家乡费城，特克萨可纳的居民更加注重人际关系，喜欢互相关心和帮助。因此大学毕业后，帕蒂留在了这座充满善意的城市，并在当地公共部门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1989年定居特克萨可纳的第11年，帕蒂完成了婚姻大事，嫁给了一位名叫瑞恩的本地男子。瑞恩出生于1930年，比帕蒂年长24岁，是一名即将退休的销售人员。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夫妻，一方面是因为帕蒂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早已习惯了与年长人士打交道；另一方面是帕蒂不打算生育子女，而瑞恩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尽管瑞恩和帕蒂年龄相差悬殊，生活习惯也有所不同，但两人的感情却非常稳定，几乎从未发生过争吵。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能互相体谅对方，愿意为彼此做出改变。例如瑞恩适应了帕蒂相对简单的北方饮食，而帕蒂则在瑞恩的影响下学会了南方地区非常流行的方块舞。这是一种具有社交属性的民间舞蹈，也是当地老年人普遍喜爱的休闲方式。实际上，瑞恩让帕蒂学习这门舞蹈，多少带有一点炫耀的意味，因为参加舞会的多数都是60-70岁左右的老年夫妻，只有瑞恩和帕蒂是比较少见的老少配，这让其他年长男士很是羡慕。 There was not a man in that club that was not in love with Patty. I mean, they loved her. A lot of the women were jealous of her.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瑞恩和帕蒂一直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他们无儿无女，经济富裕，没有太多需要担忧的问题。唯一的坎坷是在2009年，他们因为一场火灾失去了房子。不过好在这对夫妻投保了房屋保险，加上平时经常参加舞会，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所以火灾发生后，重建房子的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他们将这份工作委托给了一名叫詹姆斯的舞友。虽然詹姆斯负责重建房子并非义务劳动，只是拿钱办事，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瑞恩和帕蒂仍然对他心怀感激，因为瑞恩当时已经年过80，实在无力操心各种琐碎的事务，所以如果没有詹姆斯的帮助，他们很难找到靠谱的施工团队，也无法短时间内住进新房子。因此通过这件事情，瑞恩夫妇与詹姆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日后也有了更加亲密的来往。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随着新房建设完成，瑞恩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问题，仅仅3年后他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对于帕蒂而言，瑞恩的去世无疑是巨大打击，但在不少年长男士眼中，这却成了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们都对帕蒂充满好感，渴望与他建立新的恋情。然而正是因为帕蒂过于受欢迎，引发了某些人的不满，当竞争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时，悲剧发生了。
2013年12月3日下午5点30分，朋友芭芭拉和菲利斯来到了帕蒂的住所，想要确认他是否安全。因为过去的几个小时，帕蒂不仅错过了原定的见面计划，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然而两人刚刚到达，紧接着就在门廊前发现了可怕的一幕。只见帕蒂穿着一件蓝色睡衣，手里夹着一支燃烧殆尽的香烟，死在了家门口。Hattie's on the front porch and she's dead. Who found her? We came out looking for her because we've been trying to contact her all day. Okay, yeah, she's been there a little while. 大约10几分钟后，警方抵达现场。正如菲利斯所说，帕蒂确实已经死亡多时，尸体已经完全僵硬。他的死因确定为枪击，前胸和后背共有5处枪伤。尸体旁边有一组户外桌椅，桌子上摆放着一部手机、一包香烟和一杯尚未喝完的咖啡，而座椅的靠背上则有一个子弹射穿的弹孔，弹孔后面还留有一枚.38口径的手枪子弹。考虑到现场没有发现弹壳，且凶手总计射击了6次，警方依此判断凶器应该是一把6发容量的左轮手枪，也就意味着凶手可能对帕蒂怀有仇恨，选择了清空弹夹的射杀方式，以确保他没有生还的机会。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确实发现了相关证据。首先，帕蒂的住所内没有丢失贵重物品，也没有翻找的迹象，这说明凶手从未进入房间，唯一的目的就是杀死帕蒂。其次，警方在客厅发现了一张开锁公司的收费票据，上面的时间显示，帕蒂在案发前一天更换了家中的门锁，这表明他早已预感到危险，而凶手应该是他的身边人，并且可能拥有他家的钥匙。更为重要的是，警方还发现了一张价值1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保单上列有5位受益人，其中2位正是报警人芭芭拉和菲利斯，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因为本案明显是熟人作案，而保险赔偿又是常见的犯罪动机，所以警方认为芭芭拉和菲利斯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不过在对2人调查之前，警方首先需要明确案发时间，不然他们无法核实不在场证明，也很难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比较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It was just like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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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It was just quick, fast shots. We have a lot of Canadian youth, and one of the neighbors shoots up in the air sometimes. So I just assumed it was somebody trying to get the goose off the pond, you know. But what time do you think that was? Ooh, Just a guess, that's fine. between 8 and 9. Between 8 and 9, okay. I guess. 通过走访帕蒂的邻居，警方确认了案发时间大概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于是他们立即审问了报警人芭芭拉和菲利斯。根据芭芭拉和菲利斯所说，他们不仅是帕蒂的保险受益人，也是遗产继承者，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帕蒂的提议。因为自从瑞恩去世后，帕蒂就已经没有了亲人，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所以他格外重视朋友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维护彼此之间的友谊。至于为何会认为帕蒂可能遇到危险，主要是因为芭芭拉这天接到了几位帕蒂追求者的来电，他们都表示联系不上帕蒂，其中一名叫科恩的男子还提到帕蒂错过了原本的见面计划，这引发了芭芭拉的担忧。考虑到帕蒂是一名社会工作者，通常不会无故拒接电话，于是这天下午，芭芭拉带着朋友菲利斯前往了帕蒂的住所，结果无意间发现了案发现场。听完2人的陈述，警方不禁产生了怀疑，因为芭芭拉和菲利斯比帕蒂年长近20岁，单从年龄来看，他们大概会在帕蒂之前去世，几乎没有机会领取保险赔偿和继承遗产。但是现在帕蒂已经遇害，芭芭拉和菲利斯就成为了受益者，所以他们很难彻底摆脱嫌疑。为此，警方进一步核实了芭芭拉和菲利斯的说法，结果却并未发现明显问题。2人都有比较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并且帕蒂的手机中确实存在很多未接电话和语音留言，其中包括芭芭拉先前提到的那位追求者科恩。 Hello, I'm waiting for you, and that's all. Okay. Thank you. I was hoping you'd be here. 5 minutes after 3.
But that's all right. If you're 5 minutes late, that's fine with me. If you're 10 minutes late, that's fine with me. Oka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m still waiting. 科恩的留言不仅证实了芭芭拉的说法，还让警方间接发现了新的线索。在对帕蒂的手机信箱检查时，警方无意间发现了一条来自4天前的语音留言，内容大致是一位女士控诉帕蒂抢走了她的丈夫。Patty, please give me my husband back. Please give me my husband back. Please. This is horrible. I need my husband back. You can get you any man in the street, anywhere, please. Please, make everything. Please, I need him, please. 很明显，帕蒂介入了他人的感情生活，而这位留言者的身份也很快得到确认，她就是詹姆斯的妻子弗吉尼亚。不过当时警方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于是他们再次询问了芭芭拉和菲利斯。根据两人的说法，弗吉尼亚和帕蒂原本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主要源于各自的丈夫，也就是因为詹姆斯帮助瑞恩建造了房子。最开始两家人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组织家庭活动，但后来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导致弗吉尼亚对帕蒂产生了不满。首先是瑞恩生病期间，詹姆斯不知何故经常主动帮助帕蒂做家务，甚至还为了方便做家务索要了他们家的钥匙，这让弗吉尼亚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其次是瑞恩去世后，帕蒂又让詹姆斯成为了他的遗产分配者和保险受益人，这进一步加深了弗吉尼亚的怀疑。因为詹姆斯已经年过80，几乎没有机会处理帕蒂的遗产，也不可能享受到保险权益，所以在弗吉尼亚看来，詹姆斯无法得到任何好处，这只是帕蒂拉拢人心的手段。正因如此，弗吉尼亚非常反对两人来往，但是他又无法限制詹姆斯，于是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哀求帕蒂不要抢走她的丈夫。然而弗吉尼亚的努力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激起了詹姆斯的不满。作为曾经风光无限的建筑承包商，詹姆斯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不想把家务事闹得人尽皆知，所以弗吉尼亚到处散播丑闻的行为让他感觉颜面尽失。于是在案发5天前，詹姆斯一气之下搬到了其他地方，并在案发前一天向弗吉尼亚提出了离婚。虽然离婚不是弗吉尼亚所希望的结果，但是他似乎已经接受了现实。因为这天上午10点左右，芭芭拉和菲利斯曾与弗吉尼亚有过接触。当时弗吉尼亚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准备，不想再与詹姆斯和帕蒂有任何牵扯，因此芭芭拉和菲利斯很难确定这件事情是否与本案有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第一反应是这一切实在太过巧合，尤其是詹姆斯提出离婚与帕蒂更换门锁发生在同一天，难免让人怀疑这其中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于是为了弄清事情真相，警方询问了当事人詹姆斯。 How you doing, sir? It's fine. I'm Detective Noel. You're Mr. Hyatt? Yes, sir. How are you? My sister Deborah. Okay. Well, good to meet you. I do hate that it'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answer a few questions about Patty. Monday night, the Monday before she was murdered, I talked to her after she got home. I was in Florida. She was here in Texarkana. 最初詹姆斯否认了与帕蒂存在不正当关系，只是告诉警方他在案发前一天提醒帕蒂更换了家中的门锁，原因主要是担心弗吉尼亚可能会因为不满离婚报复帕蒂。不过这种说法存在明显问题，既然两人没有不正当关系，为何会担心弗吉尼亚报复？因此当警方提出质疑后，詹姆斯很快改变了说法。 I don't want to sully Patty's name. All the people, the male members of the club, was in love with Patty. Every one of them. Anybody ever met her was in love with her. Her eyes just sparkled. Patty Wheelinson told me lots of times over the last 5 years, don't you leave Virginia over me. Don't you ever do that. And I can see that I'm fixing to have to make a break from Virginia. She'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with her possessiveness.
根据詹姆斯所说，他与帕蒂早在5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不正当关系。当时瑞恩还没有去世，但由于患上了老年痴呆，认知和行为已经不受控制，所以那段时间帕蒂每天都要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内心也变得非常脆弱，于是就对经常提供帮助的詹姆斯产生了好感，一来二去，两人便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最开始詹姆斯与帕蒂还算比较克制，不会太过频繁的见面约会，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民风保守，他们有一定的道德压力，另一方面是帕蒂不想破坏詹姆斯的家庭，更不希望詹姆斯离开妻子弗吉尼亚，所以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尽量避免引起任何人关注。然而即便如此，弗吉尼亚仍然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尤其在瑞恩去世以后，帕蒂让詹姆斯成为了他的遗产分配者和保险受益人，这进一步加深了弗吉尼亚的怀疑。为此，弗吉尼亚采取了一系列挽救婚姻的措施，但这些努力并未起到效果，詹姆斯和帕蒂仍然没有断绝关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弗吉尼亚便萌生了报复的想法。具体来说，是詹姆斯感觉弗吉尼亚想要报复，因为在案发前段时间，弗吉尼亚对外散播了詹姆斯准备自我了结的谣言，这让詹姆斯感到非常担忧。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詹姆斯在案发5天前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妹妹家，这也是为何他要提醒帕蒂更换门锁的原因。I said, she's not going to give up here. She says, I'm not afraid of you. 除了整个出轨事件的前因后果，詹姆斯还提到了一些其他事情，例如弗吉尼亚最近经常去帕蒂家骚扰帕蒂，还有他拥有一把.38口径的左轮手枪。总之，在詹姆斯看来，帕蒂的遇害肯定与弗吉尼亚有关。警方核实了詹姆斯的说法，没有发现明显问题。首先，他在案发期间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作案的可能性。其次，先前提到的那位追求者科恩也向警方提供了相关证据。他表示，案发那天早上曾与帕蒂有过通话，当时两人正准备商量下午见面的事情，但话还没有说完，帕蒂就突然表示弗吉尼亚又来了，他要先处理其他事情，随后便匆匆结束了通话。很明显，弗吉尼亚就是杀死帕蒂的凶手，而动机主要是出于嫉妒和报复。于是他们立即审问了弗吉尼亚。不出所料，弗吉尼亚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并表示案发期间正在养老院看望母亲，没有去过帕蒂的住所。然而，正是弗吉尼亚提供的不在场证明，让警方找到了关键证据。通过查询养老院的监控录像，警方很快发现弗吉尼亚没有如实交代，实际上他看望母亲的时间并非在案发期间，而是在案发的1个小时后。此外，监控录像还显示了弗吉尼亚案发当天所穿的衣服。在后续的搜查中，警方找到了其中一件黑色打底衫，并从中检测出了枪击残留物，也就是开枪后子弹火药产生的微小颗粒。至此，调查工作已经结束。虽然警方并未找到作案凶器，但现有证据仍然可以证明弗吉尼亚杀死了帕蒂。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弗吉尼亚。We know what happened. Why it happened? Why did it happen? We think we know why. I don't know. Y'all are two-person me, bad and a good copy. 面对确凿的证据，弗吉尼亚表现得相当淡定，不仅没有承认罪行，反而摆出了一副长者的姿态，试图稳住局面，主导这次审问。然而，警方并未给他任何狡辩的机会，因为本案已经非常清楚，且具有充分的人证物证，所以警方没有任何顾虑。接下来，他们当着弗吉尼亚的面，详细讲述了他如何犯罪的经过。And I'm just trying to tell you a story. Well, and we don't want to listen to stories. We want to listen to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is, you went out there Tuesday. Patty is on the phone. She's talking to someone. You pull into the drive. She says, I have got to go. I will call you back. Patty felt like you were stalking her. Patty was concerned for her safety. She was so concerned for her safety, she had her door locks changed because she was afraid you might have had a key. She was so scared for her own safety. She kne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She lies to everybody to make her look big. Are you jealous Now of you her? made me forget. That's what James says. I'm jealous of her everything. It upset you that James was seeing her. It made you mad. That's true. And you go to the porch, and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shot this woman. 正如警方所说，弗吉尼亚的犯罪动机主要是不满帕蒂抢走了詹姆斯，所以他在接到离婚通知的第二天就对帕蒂实施了报复。单从时间来看，弗吉尼亚在作案前可能没有任何准备，因此在作案后进行了一系列漏洞百出的补救措施。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嫉妒容易让人失去理智，哪怕是一位年过80的老年人。2016年2月2日，案发3年后，本案开庭审理。由于检方证据确凿，弗吉尼亚几乎找不到开脱的理由，于是他选择了乘坐轮椅出庭，试图向陪审团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能力。然而没想到的是，检方早已预料到他的计划，直接在法庭上播放了一段监狱中的监控录像。只见弗吉尼亚听到开犯通知后，立刻迈着企鹅般的小碎步，火速冲到了队伍前面。他的矫健身影不仅引得陪审团哈哈大笑，也揭穿了他博取同情的伎俩。最终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中，陪审团很快达成一致，弗吉尼亚喜提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期待下次见。